当初会进来做生物，就是只是很天真的觉得说，自己喜欢动植物啊，然后觉得是不是做生物的研究就会跟这些动植物可以比较常接触。念了研究所以后，才发觉说，在实验室做研究其实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分子生物的研究或者生化研究，其实了解的都只是说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一个 how。可是从来都没有仔细去问更基本的问题，就是 why。演化学其实是生物的最基本的东西，为什么这个生物会变这个样子？所以开始做起演化生物学的研究。例如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很多基因的突变可能跟癌症有关，最有名的就是一些乳癌的产生。可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个突变的基因，并不代表说这个人一定会得到癌症。那这个东西其实就牵涉到那个表现型的稳定性，就是说你今天有突变的时候，它不一定会立刻产生癌症这个表现型。那这中间其实是有另外一层的机制在调控这个基因它方面的作用。好奇心是最重要的，不管你觉得自己的知识怎么样，你要是有足够的好奇心，你就是一个适合做研究的人。我是觉得年轻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扩展自己的视野。我觉得当你还没准备好，或者还没有确定自己感兴趣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要多学一点。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当初就是19世纪的时候所谓大学的目的，培养一个知识分子。台湾的优势其实就是虽然台湾很小，可是在过去几十年，我们一向都蛮注重各个不同的学门，尤其是一些基础学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虽然小，可是还蛮精美的一个系统。如果你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你会有点讶异，说我们可以包含的领域竟然是这么广，所以你其实有很多无限开发的可能。我觉得在长期目标跟短期目标这两个东西上需要取得一个平衡。像基础研究，其实你在短期之内很可能看不到说它怎么样可以变成可以用来疗别人啊，或者甚至可以做出一个产品啊。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它就长期而言，它可能影响是更深远的。对一个生物学家而言，他从一个基础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反而得到了答案。为什么我们不能只满脑子想说应用或满脑子想产业？因为其实只要你问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或有趣的问题，可能得到的答案往往都是可以被应用在其他方面，或者甚至对人类整个社会有重大影响的。